老挝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。老挝现代人类存在的证据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。考古发现，最早出现在老挝的是原始澳大利亚人种，他们属于第一批走出非洲的人类。在20世纪初期，人类学家把他们归类为棕色人种。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世纪，越来越多的黄种人迁入了中南半岛。老挝的最早文献记载出现在公元1世纪的中国史料当中。中国称当时的老挝为南昌，南昌的意思为万象的王国。老挝本国历史观念认为，南昌王族是南诏王族的一支。南诏是8世纪兴起于中国西南部的古国。因史料的缺乏，学术界对10世纪之前的老挝历史有较多的争议。公元1353年，法昂建立了南昌王国，这是老挝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。法昂本是蒙索瓦国王的孙子，因为他的父亲得罪了国王，他父亲被迫携子流亡柬埔寨。法昂在柬埔寨长大后，娶了柬埔寨的公主。在柬埔寨的帮助下，他返回故国，并成功击败了祖父。之后，他统一了老挝地区。法昂晚年变得越发暴虐，老挝的贵族于是拥立他的儿子桑生泰为王。桑生泰的字面意思是30万人，这反映了他在位时期进行的人口普查的结果。到了桑生泰孙子博隆马塔继位后，老挝进入了一个长达10年的内乱期。博隆马塔在位仅10个月后便被太后毒害。另据越南史料记载，他遭到了老挝贵族的袭击。他死后，他的弟弟陶雍空被老挝贵族拥立为国王。当陶雍空得知太后南郊琵琶想要谋害他时，他选择了出逃，但他最终还是被太后党羽杀害。此时距离他称王仅过去9个月时间。之后，老挝又相继更换了3位短命的国王，这导致没有王子敢成为国王。公元1440年，南郊琵琶太后自立为国王，这让她成为南昌王国唯一的女君主。但不久之后，她就被老挝贵族推翻。中国和越南文献当中虽然有对老挝内乱的描述，但几乎没有提及她的存在。就在同一年，在老挝贵族的拥立下，桑生泰的另一个儿子陶理才继承了王位。据老挝史书记载，他在位期间获得了一头白象。在整个东南亚，大象被认为是王权的象征。一位预言家却说，此象留在哪个国家长达7年，哪个国家就会变为废墟。过了3年，越南的君主得知老挝有白象，便派使者前来讨要。老挝的宰相却送去了大象的粪便。第2年，越军兵分5路，大举入侵了老挝。陶吕猜见势不妙，让儿子苏瓦纳班朗继承了王位，自己则逃到了泰国北部的兰纳。最终，苏瓦纳班朗成功抵御了越南的入侵。此后的200年内，越南都没有敢再度入侵老挝。这次战争也促成了南昌国与兰纳国的结盟。公元1534年，塞塔提拉继承了王位，他被认为是老挝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。他将南昌的首都从琅勃拉邦迁到了南方的万象。他还成功抵御了缅甸征服者的军事行动。之后，塞塔提拉决定向南方扩张，但他不久便离世。柬埔寨的史料称，他在一场战争当中死于同高棉国王的决斗。老挝史料则称他被属下将领谋杀。他被杀后，宰相申苏林塔篡夺了王位。由于申苏林塔被广泛视为缅甸人代理人，因此他缺乏民众和万象王室的支持。他在位第4年就面临着叛乱，他试图逃回缅甸，但他和他的家人却在途中溺水身亡。之后，南昌王国陷入了长期内乱，直到公元1637年，苏里亚翁塞继位，南昌王朝才恢复了平静。他在位的57年被认为是南昌王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。作为一位君主，苏里亚翁塞广泛受到尊敬。
他的名声不久就传入了荷属东印度公司驻金边代表那里。公元1641年，耶稣会的神父跟随着荷兰商人来到万象，这也是老挝历史上第一个欧洲的使团。后人对17世纪老挝的了解大部分来自这些访客的描述。公元1695年，苏里亚翁塞逝世，因无子嗣，宰相篡夺了王位，但宰相不得人心，不久便被杀害。南昌王国又陷入了内乱之中。之后，南昌王国分裂为万象、琅勃拉邦和赞巴萨。在这3个王国当中，万象的国力最为强大。在18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，暹罗和缅甸之间进行了激烈的冲突，他们寻求与老挝王国联盟，以增加自己的力量。结果，这个联盟增加了老挝北部的琅勃拉邦王国与万象王国之间的冲突。公元1779年至19世纪，老挝被暹罗征服。到了19世纪后期，法国通过法越战争，强行将势力渗入中南半岛的腹地。泰国与法暹战争失败后，不得不把原有的老挝领土转让给法国。公元1893年，法国又与暹罗签订了曼谷条约。之后，琅勃拉邦、万象和赞巴萨被先后并入了法属印度支那。随后，法国人以老族的族名为其在南昌故地建立的老挝保护国命名，这是老挝一词的来源。在此后的50年间，老挝一直是法属印度支那最欠发达的地区。公元1940年，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，泰国趁机挑起了泰法战争。之后，双方在东京签订条约，法属印度支那将原属于老挝的赞巴萨省、沙耶武里省以及原属柬埔寨西部的省份割让给泰国。二战后期，法属印度支那为驱逐日本和泰国在老挝的势力，法属印度支那的总督让德具支持老挝民族主义运动，民族主义思想在老挝开始传播。1944年，戴高乐成为法国的临时领袖。与此同时，日本在太平洋接连受挫。为做最后的反扑，日本解散了法属印度支那政府，完全控制了越南、老挝和柬埔寨。二战结束后，日本撤出了老挝，法国此时忙于战后重建，无暇关注印度支那，老挝陷入了无主的混乱局面。越南人趁机介入，但到了1945年，法国突击队空降老挝。到了该年的10月，琅勃拉邦王族和老挝民族主义者建立了自由老挝组织，他们于12月宣布老挝独立。此时，越南独立同盟会控制了老挝东北地区，且拒绝同自由老挝联合。法国成立的游击队则控制了南部的2个省，南方的其余地区则被亲法国的文翁亲王占领。不久，法军向自由老挝政权发起了进攻，自由老挝政权被迫流亡曼谷。之后，法国任命琅勃拉邦的君主西塞旺冯为老挝国王。老挝王国独立后，老挝国内出现了3大政治派系，他们分别是信奉共产主义的巴特辽、亲美的赞巴萨王室、中间派的琅勃拉邦王室。受到越南战争的牵扯，3大派系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战。美军为了摧毁北越的补给线，在老挝的上空投掷了200万吨的炸弹，这约等于美军在2战期间投放炸弹的总和。这令老挝成为历史上遭遇投放炸弹量和人口对比最为悬殊的国家。1975年12月2日，老挝人民党占领了万象，这结束了持续22年之久的老挝内战。之后，老挝废除了君主制，成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，并转入到国家重建阶段。从1986年开始，老挝政府推行了大规模的革新开放事业，老挝的改革事业颇见成效。在1991年至1996年间，曾经创造经济年均增长 7% 的记录。近些年依旧保持着年均增长 6.5% 的强劲势头。然而，由于内战给老挝造成的损失过于沉重，尤其是8000万颗哑弹的存在，时至今日，老挝依旧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。